前段时间，理想 L9 正式发布，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理想那句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 SUV， 让其迅速出圈。但很快又传出空气悬架趴窝，全网热议。有人会拿 L9 和价格相近的蔚来 ES7 做对比，单论产品力 ，L9 也许更胜一筹。但这两者在企业的定位却大相径庭。ES7 基于 NT 2.0 平台打造，与 ES6、ES8 产品线之间价格相互重叠，是放在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而 L9 则是继理想 ONE 之后又一集大成之作，能否再次延续 ONE 的爆款神话，对其至关重要。不少选择理想 ONE 的车主看上的就是它的绿牌政策，作为添置家里的第二台车，但在最新的政策意见中，明确今年末就要停止对新能源车型的补贴，而北上广等地区插电混动和增程式在明年也不再享受免费牌照的政策，同样和燃油车主一样需要拍牌才能获得牌照。所以屏幕前的各位是否认为这会对明年 L9 的销量产生较大的影响呢？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一直以来，理想这个品牌是很多人看不懂的，车圈奇葩，奶爸最爱。在理想 ONE 刚出来的时候，媒体对其纷纷唱衰，就如同当年圈内媒体群嘲 Macan， 但最终却凭借强大的产品定位能力，成为造车新势力中最早毛利率转正的。后期更是凭借单款车型月销破万。今年上半年，理想 ONE 的累计销量60843台，虽然不及小鹏，但未来数款车型累积起来的销量也才50827辆，被其力压一头。这期视频我们就给大家聊聊理想的发家史，给大家拆解复盘理想 ONE 和 L9 的产品方法论。视频的最后，我们也会讨论在失去政策的支持下，增程路线是否依旧还会有市场。理想汽车最早叫车和家，创始人理想本身是汽车之家的创始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理想最早要造车的想法源自一次他路过学校门口，看见很多老人来接孩子放学，那天雨特别大，很多接孩子的自行车都倒在了水里。理想就思考，在自行车和汽车之间，或许我们还少了一个停放便利又能遮风挡雨的智能4轮工具。因此，车和家的最初产品就是造这种解决0到20公里出行半径的短途 SUV， 并在巴黎和旧金山成功上路，进行了类似 OFO 般的共享出行运营。但可惜一直以来，像 SUV 这样的低速电动车在国内就没有得到政策支持，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这次理想赌输政策，让其前后亏损了2个小目标，公司账上的现金流也仅够支撑4到5个月。好在这一年，车和家完成了30亿元的 B 轮融资，给予了研发理想 ONE 的弹药。仅在宣布放弃 SUV 项目半年后，理想 ONE 便正式上市，瞄准定位是超级奶爸车，用3排6座中大型 SUV 定位，瞄准家庭用户，3到40万的价格区间，对于目标用户并不算太贵，且这是一个规模迅速扩大的市场。自2017年之后，规模迅速增加，2021年的全年销量达到300万辆左右。在这个价位段，3排座中大型 SUV 只有20万不到 ，BBA 也没有直接对应车型，凭借精准的定位和差异化竞争，理想 ONE 迎合到了一片广阔的市场空间。另外，在配置上，理想可以给用户提供差异化的体验。传统一款汽车分有多种车型，提供不同的配置，为了赚钱刻意让你选配，会在各种令人舒适的功能上进行阉割。如果选装上需要支付非常高的溢价，这在豪华车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你想选配一套高级车载音箱，可能就得花费5到6万。之所以会这么贵，其实也和传统车的商业模式有关。比如光奥迪 Q7 可以分为4缸、6缸、8缸车型，其中还有汽油、柴油、混合动力的区别。选配一套音箱，在中国市场这样的选配诉求可能1年也才不过几百套，因为出现在不同车型上，所以每一套都需要匹配不同的研发成本。而理想则是把这些过去豪华车上的选配通通做成标配，将音响的研发成本分摊到数十万台车上，这样下来成本就会很不一样。但是这给消费者的感觉是很不同的。小鹏 P5 也是同样的道理，让人觉得过去豪华车选配才有的音响、车载冰箱，甚至车载投影，居然出现在了一款小几十万价位的车上。但实际对于企业而言，成本也可能才几千块，在用户心智上算是吃了一个便宜。当然，如果是走纯电路线，要实现理想 ONE 的续航和各种配置，这个定价成本还是很难做到的。理想也选择了增程的方案，这在当时车圈争议是很大的。即使是不久前，华为余承东和长城魏派的 CEO 还在为增程式的技术争个你死我活，理想更是在一次活动中大爆粗口，回怼质疑。在技术上来说，增程式方案所采用的串联式混合动力是效率最低，也是结构最简单的。但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当充电桩和电池技术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既可以纯电也可以烧油的方案是当下最满足用户需求痛点的。不过这也有一些扬长避短的意味，像理想、华为这样的造车新势力，发动机技术的沉淀自然
比不过有着几十年、上百年积累的传统车企，正面竞争不过就避开短板，换一个维度竞争。增程器本身没有特别强的技术壁垒，主要在于做好5合1，做到尽量小就好。目前我国依旧70%以上的车主没有固定停车位，更别提充电桩了。截止至今年6月份，我国公用充电桩总量也才不过152.8万，且70%都集中在了前10大城市了。乡镇充电桩分布非常少，加上快充桩数量少，直到今天纯电汽车的体验都非常糟糕。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等待充电桩往往需要2到3个小时，因此蔚来选择换电，而理想选择了增程。但理想自己也知道，增程只是一种过渡方案，当电池技术成熟，快充充电桩铺开后，最终还是得做纯电车型。这里我们可以聊得稍微深入一些。目前的充电桩虽然已经铺设不少了，但电车方案真正成熟，离不开800伏的产业化普及。到时候由于电压不同，今天的很多充电桩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的，你也没办法全部直接拆了。那时候产业也许存在重新洗牌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聊聊点评下理想 L9 这款车，延续万的定位，深耕奶爸车，细分赛道，全车尺寸5218、1998、1800。轴距3105毫米，和 GLS 宝马 X 系属于同一级别。1.5T 4缸增程器，热效率为40.5%。如果是开燃油模式，100公里5.9个油，这辆车的各种车内配置都很足，但直接取消了前方仪表盘，这让很多车主还蛮难适应的。L9 这款车定位在40到50万区间，第二排独立座椅支持多项电动调节，还有按摩功能，舒适体验不输头等舱。后排还配有小桌板、冷暖箱。后排屏幕，第3排座椅也不再是仇人座位，搭载座椅加热、专用空调出风口、Type C 充电口等配置，很好的将 SUV 和 MPV 部分功能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款车大概率可以凭借不错的产品力做到上下通吃，可以让40万预算的 SUV 用户有崩一崩的想法，也能让预算更高、有 MPV 需求但并不强烈、兼顾实用性选择 L9。关于断轴这件事，理想给的解释是断裂零件是试制件，实际量产版强度会更高，这个就等后续检验了。之前某平台的汽车拆解节目中，理想 ONE 的10万里长测暴露出蛮多发动机的问题，希望能在 L9 上获得改善吧。这次 L9 和理想 ONE 一样，都是产品战略走到极致，精准洞察圈内用户需求的产物。在出海这块，小鹏和蔚来跑在更前面，都将政策更友好的挪威作为攻城拔寨的第一站，但理想的步伐更为缓慢，只是透露已经建立团队研究市场渠道问题了。有人说理想出海大概率不会理想，因为本地化和全球化本身就是矛盾体。特斯拉在国内因为资质和安全问题，并不能采集数据自建地图，自动驾驶层面存在劣势，本地化做得很糟糕。但特斯拉是全球化做得最好的，抓到了全球普世的需求。但理想洞察针对的都是中国家庭群体需求，做好了本土化，但要走全球化就很难了。SUV 或者 CD 级轿车在欧洲都不是主流，欧洲大多数城市路网资源少，街巷狭窄，大车并不实用，反而是那种 A0、A00级的小车，不但价格便宜，停车方便，在欧洲更受欢迎。在美国市场，接近75%的纯电汽车销量都是特斯拉，想要抢夺一些份额还是很难的。看完这期视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对理想有了更深的理解。L9 打500万以内最好家用 SUV 旗号，虽然蛮多人会讥讽 L9 不把宾利、天越放在眼里，买到 L9 能找理想去换500万吗？但不得不承认，这一营销策略获得了极佳的效果，并且仔细想一想 ，L9 在各价位段确实没有可以对标的车型，这一策略是极其聪明的。好，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听更多汽车文化、新能源汽车的分析，可以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